本集影片由黄石乐器赞助播出。有需要任何口琴资讯的朋友们，都可以到他们非常详尽的官方网站获取更多的资料。在影片的最后也有这把口琴的优惠码，大家记得看到最后哦。嗨，这里是 Dimin Studio， 今天很开心哦，我们又可以来开箱口琴了。好，来，我们今天要开的是这一款JDR 0648S，在网络上风评蛮好的一款半音阶口琴。那有人推荐，那我们就直接实际买来试试看，自己掏钱的，所以你会发现，全新，上面什么东西都还留着，还有包膜，还会反光。OK， 那我们就开始吧。OK， 我们暖完琴了哈，好，那我们实际来吹一下这把琴，好，感受一下它握持的感觉，按键的感觉。好，看一下外观，它的这个盖板呢，不太会留指纹，然后。我觉得它是平的，好像没有那么好握，就跟一般 Suzuki 的那个 SCX 一模一样，就在平的。我个人好像比较喜欢像 Luna 那种有弧度的盖板，或者是 Suzuki 的 Sirius、Fabulous， 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做的 Laylaps， 会这个盖板会比较有弧度，握起来比较不会滑。我觉得在操纵感上会比较好一些。好，然后按键，好，给大家听一下按键的声音。按键声也非常小，没什么问题，然后很滑顺，非常滑顺。好，然后盖板跟这个吹嘴的结合地方，也做得蛮好的，就是缝隙不会很大。SCX 的缝隙就比较大一些。好，那我们就实际来吹吹看。在小音量的时候，感觉反应还蛮灵敏的。好，测试一下高音。OK， 非常顺，好，没什么问题。好，那我们稍微测试一下大音量，那我后退一点，因为我的麦克风可能会爆表。这个 Ray 有一个胶片覆盖不完全的声音。好，这款琴啊，我觉得它感觉音量啊是蛮大声的哦，我觉得它好像有跟 CX2 的这种音量的感觉是类似的，而且我觉得它好处是它好像更有这种杀伤力一点哦。我觉得它声音蛮怎么说，蛮有攻击性的哦，我觉得还不错，可以来吹一些比较凶的曲子。好，那我们测试一下这个簧片的间距好了，我们用多一点舌头去点。看它会不会闭簧。好，中高音比较不会，但低音蛮明显会闭簧的。好，这几个音都会闭簧。好，这个可以透过调整间距来解决。那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它调大，因为如果你要吹一些技巧比较多的曲子，我觉得多少还是会用到喉咙跟舌头，不会只单纯用喉咙，所以调大吹一些舌头断音的东西，会比较有力，例如像那个神鬼奇航就蛮明显的，胶片的问题。好，这个发也会闭簧。大家现在听我这样吹，好像很大声，对不对？但实际上，我刚刚用的音量就大概是我平常中等的音量在吹哈，所以中等音量吹它其实就会闭簧。那对我来说就是需要再调整的哈。那要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内部的状况，因为我也是刚拿到这款琴，我对这款琴超级不熟的。
就跟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然后我刚刚有发现它的高音部的盖板是有做收窄的设计，我不知道这样你们能不能看得到。高音部的这里的盖板跟低音部的盖板的开孔是有点不太一样，高音部是有点收窄的感觉，好，然后刚吹好像有发也有胶片的问题，这个也有，会有一种就有点盖下去还没有瞬间盖好，然后有点抖动的感觉。我现在朝旁边吹口琴，是因为我的麦克风在这里，我怕直接灌进去，它表头会爆掉。好，没关系，这个胶片问题我们再吹一阵子，再来感受一下。OK， 好，那看一下哦，琴声的部分，好，我们看一下琴声。琴声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是塑胶吗？应该是啦这个黑色是塑胶，但它拿起来好像有比这个我手上的这个 SCX 更重，所以我不太确定它里面是不是有再多放了一些东西好，那这个要等到拆开来才知道。好，那我们接下来吹几个简单的片段感受一下，看一下这个琴的声音特性因为我觉得它的簧片反应蛮好的就是你要做一些音色变化跟压音，我觉得蛮好做的然后你一改变嘴型，它也可以给你蛮好的这种回馈再多试一些。OK， 我觉得 OK 蛮好的这是各种反应都蛮顺畅的。我觉得这个琴的音色跟我想象中或者是印象中之前吹的几款入门的八音阶有点不一样，因为我的印象就是中国在做八音阶口琴，通常的簧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声音听起来会比较单薄。那我觉得这款琴它跟我印象中不太一样，它的声音稍微厚实一点。但它的灵敏性也都有保持住，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因为我觉得比较薄的声音它在吹独奏的时候，比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它在吹重奏、在吹合奏的时候，它声音太细了，就会有一种很突出的感觉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厚实一点的这种口琴那我觉得这个就不错。甚至我觉得它好像在音色上面，我觉得它比之前我收到的这个 Luna 这款琴更偏向我个人的喜好。我觉得它的音色的扎实度是有的，然后它又有保持这种好吹的特性，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好，再感受一下。
哦，很好 ，OK， 没问题。哦，这个反应很 OK 哦。好，那我那个属于那种大声的音量的东西，我就不测试给大家哈，因为刚刚我们有在开头有测试过，它在中低音域的间距是对我来说是偏小哦，而且我觉得算偏有点太小了哦，就是如果我真的吹大声或者吹快的东西，它一定会塞的哦，这个就没什么好测试的。哦，那接下来我就会开始调整这一款琴哦，去调到我想要或是理想中的样子，我们再把调整过后半段的这种使用心得再分享给大家。OK， 那前半段的开箱测试我们就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来快速的拆解一下这一款琴，那给大家看一下内部的构造。好，第一个你要注意的是它的盖板，它的高音的弧度跟它低音的弧度不一样。高音它是有做收窄的设计，所以到时候你拆下来的时候，这里的螺丝会比较短，这里的螺丝会比较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盖板弧度的感觉。好，那我们就来拆口琴哈。好，我们先从盖板开始拆好了。盖板拆下来之后会有螺丝长短的问题哈，等一下装回去的时候你再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上下盖板。好，那接下来就跟一般的口琴没什么两样哈。撑片，上下撑片。好，那你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我换了一个胶片，这个胶片是中音的 Re 这个音。那我今天在吹的时候，我发现它胶片在偏大声的音量底下，它覆盖不完全。那我尝试着折它的胶片，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好，所以我就把它换了一个这个 Suzuki 的原厂胶片，那就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胶片我们在看的时候可以发现它的这个底部的，就是比较靠近黄板的这层，它做了比较像是 Hohner 的这一种有纹路的，这种胶片理论上疏水性会比较好，但是它会带来一个比较有感的缺点，就是它在吸气或吹气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会比 Suzuki 的胶片会再更漏气一点点，好，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可以注意的。好，那今天的部分我就调整了它的这个胶片，然后我还有去手动更改了它的这个簧片的间距，因为它原厂的这个间距对我来说太小了，我没办法拿来做比较大音量的练习。所以我有先调整过了哈。那调整的方法就跟我之前的影片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去频道里面找其他影片来看。这个你就可以看到我调整的方法非常快，非常简单，大家都可以动手自己试试看。OK， 那我还记得它的拉这个音也是有类似的问题，但是相对小很多。好，那手拉这个音的拉的胶片也是会有盖不完全，但是它是在手拉做快速吹吸器。像我今天在教学的时候，我练了一段这个电吉他的 solo， 那它刚好有一句刚好是手拉快速交换，然后它就会瞬间会有啪啪两声，就是盖不紧的。那我现在目前的解决方法就是我把上层的这个胶片，把它稍微折成一个倒三角形，就跟我原本预计要处理这个 Re 这个音的方法一样。好，那我们先折看，那试试看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还有发现它有2个音好像不太准，我们快速测试一下。好，这个音偏高。好，咪偏低，收偏高。好，没关系，那我们就先拆开来，反正等一下要调音也是要把它拆开来。好，拆开来，总共有8颗螺丝，4、5、6、7、8，好，总共有8颗螺丝。好，拆开来之后，就会获得2块黄座板，然后还有琴身。那一样快速讲解一下，看到几个特点。这个0648它的里面是有放置铜块的，
哦，那铜块的话带来的声音会听起来比较扎实，比较不会像单塑胶的这种声音听起来会有一种撕裂有点在大音量的时候有一种撕裂脏脏的感觉。好，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放置铜块是一件不错的设计，好，不错的这种方法。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琴格的内侧，尤其是高音区的地方，它有把它这个高音的这个 plug in 风道把它加进去，会让高音好吹很多哦。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推崇的一种方法。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高音风道的样子哦，你应该可以看得到它跟其他风道有点不太一样。好，那它背面也有，背面的部分也有高音区。OK， 好，那弹簧拆下来哦，跟一般的半音阶一模一样。然后吹嘴，好，这个应该都是一样的哈。好，两件式的吹嘴，好，两件式的吹嘴可以有很不错的气密性。好，然后琴身的部分，它在吹嘴面它有打磨过哈，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有打磨的痕迹。哦，这样会让这个塑胶琴身出厂再打磨一次之后，气密性会变得更好。好，那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就把它装回去哈。两件式的，先上按键，好，然后再盖吹嘴上去。好，装上去之后稍微拉一下按键，好，看一下顺不顺。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弹簧也放回去。好，接下来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簧座板。好，一眼看下去，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簧座板不管是内侧还是外侧，它在粘胶片的时候，它的胶啊都是上非常多的。哦，你会发现这个已经溢出来哈。那这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哈，因为这个胶水啊，如果它溢出来的话，它可能会压到琴格哦，压到这块琴格，会造成簧板跟琴格不密哦，就会漏气。啊，这边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这个。我之前有买过一副这个 Suzuki 的顶级型款，就是 Fabulous 的簧板，那它也有类似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就把那一块簧板装上去我的琴身，发现怎么装都是漏气的。哦，那我找了好久，结果才发现，哇，原厂竟然犯这种就是很粗心的错误哈，就是胶水上太多的问题。好，所以刚刚我有稍微检查了一下，我手动把这个多出来的。这个胶水会影响到琴格的部分，我把它手动把它刮掉，这样气密性应该会比刚刚好一些。那你稍微反光，你就可以看得到有哪些胶水是直接被压在琴格上的，这个很容易检查。然后再来是我有发现它的胶片比较长一些，跟风道没有太贴齐，这个比较长一些。那我的经验里面，这样会比较容易粘胶片。我的经验好，所以我们实际试吹一阵子之后，我们再来给大家一个回报，好，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OK， 好，那刚刚有发现几个音不准的，我们快速来调整一下。好，那这个我们先从上簧板来。好，我会习惯先调吹气音就好。好，先把吹气音调准之后，吸气音等到所有东西装上去之后再来调整。OK， 好，我们快速来调整一下。好，这个收非常非常高哈，已经加15了。好，我们把它调下来。好，现在是准的。好，调整完之后，你记得间距要再把它搬回来哦，不然。像我们音太高，我们会磨根部，那磨根部就会瞬间把这个间距把它压下去，好，所以我们一样调完之后，我们记得把间距调回来，好，然后再往下，好，我们就调几个明显音高太高的或太低的这个音就好了哈，剩下的就当做没这回事，好，我们就调整几个。好，那我们来调整下侧簧板。好，这个兜也是非常非常高哈，加15。
把它调下来试一下。好，咪偏低。好，正常了。好，这个声兜也是偏高，好，我们把它调下来。哦，那我们快速的调整完内侧，那我们接下来把它装回去之后，稍微检查一下外侧的黄板。好，那我们装回去喽。好，下黄板，然后上黄板。好，冬天在维修口琴，你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上面很容易会附着水汽。所以建议可以顺手准备一个卫生纸，然后把这个水汽擦掉。你在调整的时候会稍微精确一些。好，我们把螺丝锁上去。锁上去之后，直接吹，然后感受一下刚刚有没有调整有什么问题。你在2次拆装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检查一下音高。好，这样我们就把音高调整完毕。好，那我会一边调整音高的部分，好，一边就是检查一下这个间距，确认一下有没有过大或过小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调音的时候，多少会影响到一些间距的样子，所以我们就顺手检查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把这把琴装回去。上盖板，下盖板。刚刚有说过，在安装盖板的时候要注意螺丝。短的螺丝要装在吹嘴这一侧，长的要装在这个低音这一侧。好，来，这个长的，好，我们先安装长的。好，长的要装在这个低音这一侧。这个盖板有点弧度，好，我们把它装回去。好，然后短的要装在吹嘴按键的这一侧。好，一样很轻松的，你就可以把它装上去。好，这样就完成最基本的拆装，然后我们也介绍内部的一些搬接的结构给大家认识。那接下来我会花一段时间使用这把琴去做教学，所以我需要这个稍微调整它，让它比较符合我能吹奏的样子。那我再体验一段时间，在后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把琴的心得。OK， 好，那我们先这样。这把琴我使用将近4个月的时间，那我也整理了一些优点以及缺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第一个就是对于音色的表现我是满意的，因为一般如果你买到一些比较平价的琴款，他们为了要让口琴比较好吹，会把簧片做得比较轻薄，那轻薄会让这个声音听起来比较没有这么的扎实。那 EVO 0648这把琴，它同时具备了好吹，那它的音色又是扎实的音色，同时它的这个琴身内它有装置铜块，所以它在高音以及低音的这种音色延展性上，我觉得是好的，听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闷，那高音也会有一种透亮的感觉。好，那第二个点就是它的吹嘴以及按键是非常滑顺的，那它按起来也没有什么声音。好，这是我麦克风，我现在在麦克风前面按键，
它的声音是非常非常小的。好，那唯一你要注意的是它的这个按键的程距，比一般我们习惯使用的16孔半音阶或者是直列式的这种12孔半音阶还长。所以你在吹一些快速的音群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跟你想象中会有一点点时间差。我觉得这个是一般的演奏家你是需要注意到的。那第3点就是它的音量非常非常大，它的动态范围可以做得非常宽。我觉得有比这个 Hohner 的 CX-12 更大声的这种感觉。所以如果你带去示范演出这种教口琴，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的，因为你可以很轻松的吹到一个非常大声的音量，学生都可以听得见，而且他会觉得哇，老师的口琴怎么可以吹到这么大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优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缺点的部分。这把琴的高音胶片跟这个 GM0648 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很容易有覆盖不完全的状况。当然，如果你自己在练习，或者是你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录音需求，这种发布影片的需求，那这个问题确实你可以暂时忽略它。但是以我来说，我非常常拍演奏影片，那我也需要录音，那这个声音啊，就是一个不可用的声音。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把这把琴拿来做这方面的事情，我就需要把这个高音的胶片把它更换掉，让它覆盖的这个更扎实，更准确一点。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琴的缺点。好，那再来是这把琴它所使用的这个安装簧片的技术是点焊的技术。好，那对于一般琴友来说，你没有工具，那你也没有特别去研究要怎么换簧片，所以如果它坏掉了，那你只能寄回去给 JDR 的原厂处理。所以这个你需要思考一下。当然现在这种快递都非常的方便，所以我觉得它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你就是要等待，等待你寄回去，然后维修再寄回来的时间。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有可以自己更换簧片的这个技术，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小的问题，没有什么好值得考虑的。好，那这个售价我查了一下，大概在700人民币左右，那到台湾大概是3500、4500左右的这个区间。我觉得你可以买到一把这么好吹的12孔半音阶，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齁。那如果你对于它有缺点有一些顾虑的话，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就是已经有人帮你调整过、检查过的口琴，这样你吹起来还是会比较安心一点。如果你对于这把非常好吹的口琴也有兴趣，现在从黄石乐器输入折扣码 DMIN Studio 即可享有200元的折扣。网站连结我放在下方资讯栏。OK， 那这支影片先到这边，这里是 DMIN Studio， 我们下次见，拜拜。